菲律宾语、马来语和印尼语相似嘛，在马来西亚怎样称呼先生和女士？马来西亚土地也不算小，3000多万人都不能实现粮食自给。马来西亚土地也不算小，3000多万人都不能实现粮食自给嘛。马来西亚很多白米，据我了解，好像是泰国进口或别的地方进口的。马来西亚自己满足不到自己啊，据我所知道的好像是不是，就是满足不到。然后马来西亚的粮食产地主要是在都沙拉哇那边有蛮多，之前特地划了一大片地方要种粮食的。然后如果在马来半岛的话，主要是集中在吉打之类的地方，所以不够了，还要从外面进口。马来西亚就好像经济全球化嘛。我们不是说每一个国家都要做同样的东西，就好像说我这个国家我厉害做这个东西，我就专门做这个东西就好。至于粮食方面，我就放弃，让别的国家把我们生产了卖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就生产我们强项的地方。这个叫做之前有一个词叫什么英文的，我大学时候我读到，就是我们国家强项的地方，我就说可能这个种东西这方面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依靠其他国家，这样子我们就不注重把那些地留出来建其他东西吧，可能是这样子的安排。但是在东马那边最近前几年是有划了一片地准备要种粮食的了啦，然后马来半岛这边主要的产地是集中在东海岸还有吉打吉打州阿拉斯加这边，所以不是说不能，是我们可能是国家方面他不要把那个地腾出来种吧，他可能是要做其他东西。米的话，我们从泰国或其他地方进口就行了。如今吉打和吉兰丹是我国的主要米仓，他期望一旦计划在东马启用之后，也将能够将沙巴和沙拉越打造成我国的第2个米仓。Awal minggu depan, bulan depan saya akan ke Sarawak. Di antaranya akan berbincang dengan Premier Sarawak secara umum dan termasuklah hal padi ini karena kita nak jadikan Malaysia Sabah dan Sarawak sebagai jelapang padi kedua. Kalau di sini Mada dan Kada dan kita harap Sabah Sarawak jadi jelapang padi kedua Malaysia pada masa yang akan datang. 穆罕默沙布今天在吉兰丹出席活动之后也说，东马2州算是国内比较大的稻米生产地，尤其是沙拉越的稻米产量更是不俗，因此他会和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会面，讨论如何将沙拉越的稻米耕作模式现代化，一并提高沙拉越和沙巴的稻米产量。莫沙布也指出，政府已经拨款1000万令吉，提升东马的山稻产量，希望能够把部分稻米收成出口到国外。这位叫 Victoria Selina， 他说在我的日军视频，就是那时候我有做一个日军系列，就侵略马来西亚、新加坡，包括对新加坡大屠杀嘛，所以他就说，如果我还继续，就是现在如果还有人在讲这些日军的东西，就会被批判为古代人，就是为何揪着历史不放就会这个确实，我那时候就做这个视频，我下面就很多人讲我在散播仇恨啊，我只是把一些历史事件拿出来讲罢了，就是真的有些人，包括你新加坡自己都有纪念馆，所以我就拿这个历史事件来讲，这个就是我们要做我们博主做的东西嘛，知识型博主做的东西嘛。但是下面就有很多人就是说，你故意炒这个东西是要散播仇恨吗？都过去这么久了，还要记得什么？这个确实有这种人啊，我也是遇过。我的视频下方大把，很多人就这样骂我。所以你问的问题，你们自己看，是对的，是确实有这种人。然后说中国好话会被批评，这个我之前也有说了。就马来西亚分2派嘛，一半是支持中国，一派是比较没有人支持中国的，所以看你遇到的是哪一派人，你不可能一概而论说全部马来西亚人都是这样，不是，他看你遇到的是属于哪一派人，对，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你不需要太在意这些东西吧。布蒂夫人 IP 马来西亚，这个应该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旅游还是留学的？还有那个，可问一下，在口语里，在马来西亚怎样称呼先生和女士比如说在 Grab 里面，就是那个出租车司机在找车的时候要怎么称呼他？打车是吧？打车怎样称呼他？他是男是女嘛？通常在马来西亚，你有文化一点的话，有文化的我们叫做Sir， Sir 先生，还会 Madam 这边来称。但是一般普通人都是叫男的啦，男的我们都叫阿邦。原本是叫阿邦，但是我们简化就叫邦，就是哥的意思，上面来讲。
因为都不一定叫这个，不一定叫计程司机是这样子叫。你遇到一些马来人，遇到一些马来人或者印度人，就是非华人呢，你就直接叫帮；华人的话，你就是先生，安哥、安弟，就这样，小姐这样。在中国我知道小姐是一个冒犯的词，对吧？在马来西亚不是，马来西亚你年轻人也可以叫小姐，她小姐不是出来站的那种意思，她小姐就是年轻的人，年轻的姑娘就叫小姐不是出来卖的那种。OK， 然后你如果遇到马来人或者印度人，你就叫他帮，帮，这个叫阿帮。女的我通常是叫 Miss， 女的通常 Miss， 不管她职业是什么，只要是非华人都这样叫。华人的话叫小姐，比较老一点的叫安迪安迪。然后男的华人的话就是先生，男女都叫先生，或者大哥。但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有一句通常叫华人的话都叫老板，对，因为他不是老板，我们叫他老板，就一种尊敬这位老板等等，他会听到不爽，就别爽快答应你的要求。如果是计程司机，通常我们叫帮，女的话叫 Miss。你要文化一点就叫Sir，或者是Madam 这种他大概是这样子讲。bro， 我不想打工了想创业当老板，有什么建议吗？想当老板容易啦，你现在去马来西亚就可以当老板了，那么容易的咩？不用 planning 那一些的。你再唔識嘅，來跟我走，會搞什麼到來茶餐室，別緊張先。好的，来，老板吃什么？你看他叫你老板了哦，你在这里随便叫一个人他都会叫你老板我对那个快玩嘢。这位是夏天的红了，这个是私信我的。今天看了您东南亚的内容，所以我在中国对东南亚了解不多，可能对越南了解多一点，对大马华人也感兴趣了，感谢什么？好，谢谢你的支持。我这个频道就是专门提供一些东南亚的视角。就我有时候也是去东南亚走看看，就拍了，比如去菲律宾也是有拍视频，跟你们解释一下当地的情况等等，所以谢谢你的支持多多关注，帮我 share 一下，帮我分享一下，给更多人知道。然后这位来自陕西的，菲律宾语、马来语和印尼语相似吗？马来语和印尼语是相似的，可以沟通的。也懂他们在说什么，只是某些词汇因为生活的地方不一样，有点特别的词汇就是当地人才懂的，其他多数时候是可以互通的，就我们理解他们在说嘛，我们讲的这东西他们也明白。但是菲律宾语它就是完全另外一种语种，完全是听不懂。我那时候去菲律宾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话我都听不懂，所以他们是因为他也是用 spelling， 但是他的 spelling 是有一点好像带有符号的，英文 spelling， 但是它有一点符号的，所以我是听不懂，他们讲的东西也听不懂，所以是不一样的东西菲律宾我前几年去过，那时候确实是这样。这个是悟空问的事情，你会几种语言？我会5种吧，是吧？英语、马来语、中文、福州话、广东话2个是方言来的，3个是主要语言，大概是会5种。这个在马来西亚有三种语言最少。就算他们不会说自己的方言，比如讲潮州人他不会说潮州话，但至少应该会有3种语言是标配马来西亚华人。一般然后我们可以随意切换，就是同时讲英语，然后过后就唱马来语或唱中文再去讲的。这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特色吧。有很多大公司就是看中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这样，所以很喜欢请我们的，因为我们语言会蛮多的。是这样的，是一种优势吧，是吧？在中国大学，你们中国公司我看了可以请多一点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人均语言天才，这是我亲眼见证到的事。我大马朋友每个至少都会3种语言，这还不算什么。让我更震撼的是语言的切换能力。一般我们聊天都是用普通话，如果有讲英语的朋友，他们会无缝切换成英语；如果这时又有出现讲白话的朋友，又能无缝切换成粤语，而且可以不同语言混搭。更厉害的是，他们连口音都可以调整。跟我聊天就是福建腔，跟北方人聊天就带有话音，跟这华人聊天就是这的口音，很特别，我也不懂怎么说。这个真的很厉害，而且是每个人都会的技能，我真的很想学。请问大马朋友这有什么诀窍吗？